大家好哈，我是魏庄主。那我们还是老的习惯，如果在本期视频当中呢，你觉得哪一块内容对你有用，你有收获，请你随手点个赞，让我知道下次为你们准备什么内容哈。好了，我们2月20号呢，央行公布了2月份的 LPR， 5年以上呢 LPR 的报价下调25个基点，1年的不变，很有意思哈。这一个动作产生了什么哈？产生了史上最不对称的降息动作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史上最不对称的降息动作到底有何深意。我们先不管 LPR 是什么哈，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讲。我们先看这个5年期跟1年期在整个过去10多年这个历史上它有什么规律，基本上走势差不多，对吧？它下降它也下降。那么在这一次呢，这个5年下降的幅度特别大，然后1年没有动，对吧？这是为什么？今天我们就来讨论这个问题。那 LPR 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它叫 Loan Prime Rate， 其实本质上呢，它是贷款市场报价利率。其实我们简单理解就是资金的成本，去借贷信贷的成本。它的机制是怎么来呢？就是说人民银行呢每个月都会更新这个报价，这个报价从哪里来呢？是从这个很多家商业银行，然后他们对他们最信任的那些最优质的客户，他愿意提供的最优的利息的贷款，然后把这些银行的这些利息的贷款利率呢做一个平均值。同时呢，拿到这个平均值之后，人民银行还会在上面做些许的这个加啊减啊，就是根据整体的宏观经济啊，还有这个整体的市场的行情，我们就简单理解 LPR 是什么？它就是资金利率嘛，它就是一个信贷成本。那么长期利率呢，这次呢下降了，短期不动，这到底有啥不同呢？长期是5年5年是什么东西？5年的 LPR 它的信贷成本本质上它影响的是股市跟房市。为什么会影响股市？那长期投资股票的朋友肯定知道，股市最重要的一个评估模型就是估价模型，叫什么？叫做贴现率模型。什么意思哈？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假如说我们可以运营10年，这些是一共10年，然后这是第1年、第2年、第3年，然后它第1年能够赚多少钱呢？这个钱呢就往前算，就除以这个贴现率，除以它的资金成本。然后第2年呢挣的钱也往前算，第3年呢也往前算，然后所有这些都往前算，加起来就是这个股票现在的价格。本质上呢，这一个5年期的利率直接影响着股票的贴现率的那个往回算的那个利率，本质上它是影响着股票长期的价格的利率。那么当这个利率下降的时候，股市就会怎么样？就会往上涨。那对于房市呢？大家目前现有的存量的贷款，经过这一轮这一下下跌，就是一下给它降下来之后呢，降了25个基点，直接释放了降低了600亿的这个贷款的压力。就是现在整个全市场的贷款的存量，大家去贷款买房子，整个中国这个存量贷款可以降低大家的利息有600个亿。所以也是长期利好哈。那如果你现在去买房呢，你的利息就会低嘛，所以它也是利好房子。所以本质上呢，5年期呢这种长期利率呢，它影响的是股市的贴现率，然后利好股市，同时也利好房市。那么我们说1年利率是什么意思啊？1年为什么不动呢？好，我们看这个图是什么图？这个是美国的1年期国债除以咱们中国的1年期国债。我们会发现这到了一个整个历史的一个高点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你把钱换成美元的话，你可以拿到的利息更高，导致什么？资金是外流的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就不便于再去调整它。如果再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利率再往下降，那它的这个不是还得往上升？换成美元，你拿到的好处就更多了，那大家就更要抛售人民币了。所以说为了保护这个汇率，就是不对这个汇率进行影响，我们目前这个1年就不动。我们觉得就是说这一次1年不动，应该最主要的考虑就是汇率的问题。那么我们之前的视频呢，有跟大家聊过，就是说现在目前美国已经停止了加息，对吧？现在是在降息等待期。那这个等待期呢，如果真的降息之后呢，那么我们中国的这个货币政策就又有空间了，这是对未来的一个预期啊。所以我们回去再看这个新闻，大概就能明白了。为什么5年期有个下降的动作呢？因为政策上要支持
股市跟房市。那为什么这个是横着没有变呢？是因为现在汇率是有压力的。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不对称的降息？有诶。那当时发生这不对称降息的背景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也给大家把这个列出来。那在这个就是 LPR， 就是咱们的贷款利率定价机制改变之前呢，是有4次啊。这个我们看不看都行哈，我们主要看后面，我们会发现什么？这个变动之差，这一次是最大的嘛，是25，是吧？然后前面也有很多，你看这是加25。这个是加15，这是加10，这都是很大的时候。沪深300指数在降息前的一年啊，就是发生这种不对称降息前的一年，都是大幅度下跌的。发生了这种不对称的降息的概率大不大？不大。过去10年发生了9次，平均1年1次。但是呢，我们说这种就是这个变动之差，就是5年期变得比1年多的只有3次，就是过去10年呢只发生了3次。那这3次都是市场大幅度下跌的时候，也就是市场相对底部的时候。从侧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说现在整体 A 股市场是处于一个底部区域。好，那我们来总结一下，就是央行的这一次动作，长期的利率呢往下走，短期的呢不变，它到底有什么深意呢？长期呢利好是股市跟房市。好了，今天呢银行大涨，除了我们上一次在年前春节前跟大家分享说，这个汇金入市它影响的肯定是权重股，对吧？那权重股呢就是银行就是一个主要的方向，对吧？那么同时呢这一次呢在这种非对称的降息影响下，它最直接影响的也是银行。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有好多家银行是涨停的状态，这一根阳线是银行的整体行业，就是银行整体行业的一个指数。那它最直接影响的是银行行情。为什么？银行的底层资产最重要是贷款，对不对？最主要的贷款是从哪里来？是从房市。想起来了，对吗？前面我们讲的，它利好房市，那就是说房市的这个贷款的质量会变得更好，因为你利率更高，那你违约的就会更多嘛，对吧？你利率更低，那违约就会更少，那它底层资产这个贷款的质量就会更好，所以最直接的行情影响，今天我们会看到银行上涨了。好，那如果这一次视频呢对大家有帮助，请你随手点个赞，让我知道下次为你们准备什么内容。